美国这样部队三角洲部队把马杜罗跟他太太活逮回纽约去受审啊，那国际的反应怎样啊？那中国、俄国当然都反对啊。那欧盟呢？哦，这些国家，英国等等跟美国很好啊，没有说站起来说美国不该，但是呢，呼吁美国要遵守国际法。国际法就是不可以这样，人家是主权国家嘛，你怎么看不顺眼就把人家抓起来，再怎么也不可以这样子的啊。但是呢，他们不敢讲说，也不愿意说公开反对川普，只是说你要遵守国际法，要遵守国际法。倒是墨西哥出来反对。墨西哥就在美国旁边了，墨西哥也很怕。墨西哥美国很多毒品从墨西哥进去了，怎么不是呢？这里面就进去了。川普那时候还在墨西哥要筑墙，有没有？在边界要筑墙，所以墨西哥是敢公开出来反对的。古巴当然反对啊，所以看不同的国家，也有国家支持，也有赞成的啊。那另外呢，这个美国做这种事情应该有授权的。第一个是联合国可以授权，所以这个国家违反了国际法，来，请你去打他，或是至少美国国会要授权了。但是都没有人授权给他，所以联合国要讨论到底合不合法啊？那另外呢，大家也担心，就是说这叫大国嘛，就是你是小国，大国我比你强，我就可以这样强凌弱、众暴寡去。那俄国跟中国会不会哦？俄罗斯会明天就把泽伦斯基抓到克里姆林宫去了呢？俄罗斯说可以这样子干了哦，那还谈什么呢？干嘛谈呢？抓去就好了啊。那另外呢，白宫副幕僚长的老婆。贴一个地图，你看啊，这个地图呢，这叫格陵兰 （Greenland）， 看到没有啊？然后呢，这边写一个顺，就是你格陵兰很快就被美国国旗包这个盖覆了哦。所以呢，他的太太也是右翼的播客主持人哦，就是网络啦主持人。所以呢，大家啊，再来就是格陵兰了哦，星条旗还写一个顺哦。那快了，格陵兰快了，等着好了，我们看上你了啊！马上要这个要你嫁我不嫁我就抢亲了，就这个意思啊。那丹麦的总理就强硬反击，说你没有权利来威胁我们，是你的盟友哎，你怎么这样威胁我们呢？哦，你看上就要拿去哦，所以呢不要威胁盟友哦。那另外呢，这个。加拿大媒体也说，对加拿大也是一个警示哦，因为美国一直觊觎加拿大哦，还说呢，加拿大应该被美国的51州哦，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会不会他就来抢了呢？你加拿大怎么打得过美国呢？你自己想想看哦。那另外呢，而且加拿大我刚讲有2000亿桶石油的存量，2000亿桶哎，川普眼睛都冒金光哦。那另外呢？韩国在野党党魁哦，叫做李俊熙也说了，把金正恩也抓来，金正恩抓来哦，金正恩在那个地方呢哦，什么又是发展什么核武的，对不？南韩是很大的威胁啊哦，把金正恩抓来哦。那另外呢，美国前官员说，因为大家也在刚刚你们讲的嘛，人家就会想嘛，那北京会把这个斩首，记得吗？这次的老共的演习就说是斩首行动哎。这次老共不是围台那个演习吗？就是说目标就是斩首啊，哦，那会不会这样呢？美国的前官员国防部的官员说不会了，解放军没有经验，美国常有经验啊，去斩首这个抓那个什么海山什么一堆嘛，说但是美国可能用暗杀还更成功，那更简单，把你杀了，还什么徽钦二帝还绑到什么地方去？历史上你记得吗？徽钦二帝被绑走，干嘛呢？把你杀了就好了。所以美国的前国防部官员说。可能老公用暗杀还更容易成功啊、哦。那另外呢，这个我们的国防部副部长徐思俭说，我们对各种状况都有准备，没有关系，来一个杀一个，来2个杀1双，没关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哦。那另外呢，这个川普对委内瑞拉动武会不会加速北京对台湾的时间表？哦，他们说专家说不会啊、老公不会那么莽动啊。那早上赖士葆在立法委员有问这个国防部副部长了，哦，说你要不要表态？很多国家都表态，支持也好，反对也好，总有一个态度嘛。那国防部副部长根本不敢讲，说跟我们国家利益没有直接相关。对，那很多国家都出来跟欧盟有相关吗？也没有直接相关啊。对，跟中国有直接相关吗？跟俄国有直接相关没有啊？你说直接相关可能有古巴、哥伦比亚、墨西哥、加拿大、以色列直接相关，其他都很远了，人家都表态了，我们不敢讲话呢。
你讲话才有地位啊！你不讲话，人家就帮你看没有啊？讲话不管你赞成反对，你有个态度嘛，不敢讲。我们看一下，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被美国闪息抓捕。现在最紧张的恐怕是他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美军行动之后，金正恩就立刻发射2枚极音速飞弹，就连前往新一州的温室工厂视察，金正恩都不忘再塑造深受军民爱戴的形象。北韩官媒发布声明，谴责美国这是暴力侵犯主权。只是南韩专家却分析，金正恩现在最怕的就是下一个被抓捕的会是自己。除了北韩之外，包括哥伦比亚、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也加强在委内瑞拉的边境巡逻，就怕会成为下一个委内瑞拉。We need Greenland from a nat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It's so strategic. Right now, Greenland is covered with Russian and Chinese ships all over the place, and Denmark is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I can tell you. 美国总统川普下一个目标会是谁？原本瑟瑟发抖的是独裁国家，没想到川普点名的却是格陵兰。此话一出，也逼得丹麦首相赶紧出面警告川普停止威胁吞并格陵兰。Venezolanos, los acontecimientos de los últimos días han marcado un punto de inflexión en la historia reciente de Venezuela. 另外，委内瑞拉还在国内的反对派领袖也在 X 平台发布影片声明，呼吁国家人民团结，国内才能回到正常状态。杨永平，美国这次的这个行动固然川普沾沾自喜，觉得说啊，我们美国军人好棒哦，比这个电影还要精彩哦 ，What a good show 哦，这个如何如何。可是世界各国的反应都非常的焦虑，为什么？因为你完全活生生的在现代这种媒体这么猖獗，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这种时代呢，你就上演了一个霸权复活戏。大家一直在讲说美国的门罗主义啊什么的，大家不要都被这种名词所困惑，它背后讲的是什么？就是你要复活了当时霸权出来呢，在全世界，不管你的意愿，也不管这群人喜不喜欢，整个殖民地主义的那种霸权的思维复活嘛，就随便就可以说你的资源就是我的。各位想想看，如果不是这样子，如果不是殖民地主义盛行的话，印度跟英国什么关系呀？凭什么印度的棉花、印度的糖、印度的所有的资源都被英国拿去？台湾也一样啊，当年被日本人殖民，我们的米、糖什么全部都变日本人的，对不对？就说殖民主义就是这样嘛，就是今天活生生的美国人就告诉你说，他不管用什么毒品的理由，说马杜罗是一个大毒枭什么什么的这种理由，他现在演都不要演了，他就是告诉你，我要的就是委内瑞拉的石油，对不对？那个 Rubio 他的国务卿讲的多直接，他说没有，我们没有要去管他的内政哦，人民死活我不管哦，你是不是民主体系我也不管，你是不是被毒枭继续毒害我也不管，我只要你的石油，我要做石油隔离而已，这就是殖民地霸权主义呀。那现在美国又雪上加霜的是，他连欧洲、连丹麦他的盟友他都敢碰。马上格陵兰，现在格陵兰是真的很紧张，丹麦是真的很紧张啊。可是丹麦在这边讲说，你不要这样子来威胁盟友，那他有管你盟友吗？对不对？殖民地主义的时代，谁有在管谁是盟友吗？他觉得，你这个资源是我要的，而且呢，他还考虑成本。因为门罗主义为什么他要区分说美洲我管，欧洲你们管，亚洲怎么样？因为你横跨越洋跑去，你成本很高嘛，不是不可能。我刚才已经讲了，殖民主义的时候呢，英国跑去殖民印度，他也收获很大。后来列强来瓜分中国，他们也去收获很大。问题是，就现代的整个这个权力的分配等等，你的成本过高，所以美国不要。美国他说那。至少拉丁美洲我的范围，而格陵兰呢，因为它到北极事关战略位置，跟美国利益有关，所以它一定要夺取。那当这种事情发生了，你说联合国骂，大家抗议说你违反国际法什么，
通通都没有用的时候，会导致什么？就导致那个时候，大家回去看一看殖民主义时代的历史，很多国家并不想去殖民别人啊。问题是 A 强国已经去殖民了，我如果没有去，我就立刻输给 B 强国。我如果没有去，我就立刻输给 C 强国。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美国人这个事情全世界可以姑息的话，那中国大陆可以讲啊，他甚至不用管说什么台湾是不是他的，他只要讲说台湾就在我旁边啊，我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啊，他不能够挡住我的出口啊，而且台湾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多么的珍贵，他就说这就是他要的，那他来怎么办？当世界变成这样了，你没有地方说道理的时候，大家硬碰硬的后果是除了霸权以外，其他人都要遭殃啊。就是北京早就在准备了，他为什么每个签约国跟他建交都要说台湾是他的，而且呢，他一直在强调说呢，台湾是他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是他的国内事务，就是在万一有一天他动手就讲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了，还不是让美国去打委内瑞拉，那还真的是主权国家，对不对？他为什么这个一直这样放话？所以台湾真的要很小心了。我们休息再回来。好，那么美国去抓委内瑞拉总统跟他太太抓到纽约去受审，还给他戴着手铐，游街示众啊。那台湾到底态度是怎样？到底是应该支持美国呢，还是反对美国呢？还到底怎样？还是像欧盟一样要尊重国际法啦？不是很清楚的表态呢？该怎样？赖士葆今天在立法院有质询，我们看我们国防部副部长怎么讲。不少国家都表达批评美国违反国际法。我们政府态度是什么？这个跟我们国家的利益比较没有直接。国民党立委质疑是否要谴责美国，但国防部讲法保守，而外交部3号发新闻稿表示，旅居美国的台湾侨胞200人安全无虞。隔一天，外交部继续强调关注侨胞，同时持续关注与友盟合作。至于总统府截稿前仍无回应。万一他们要有所谓的斩首行动，国防部准备好了没有？我们有相关的准备，有信心。我们有相关的准备，有没有信心啊？有准备有没有信心啊？准备永远要精进。是否游行共军复制类似斩首行动在台湾？徐思俭态度只说有准备。满意他的回答吗？非常不满意。最后一段呢，我说老共如果要斩首，你有没有信心？他不肯回答。好歹你国防部长，我说做球给你，你应该很高兴。你说我很有信心，充满准备，绝对反斩首，多好，听了多实际多好。他说我们做好充分准备。如果你真的把他斩首，你斩了我的手吧，表示不会嘛？啊，对不对？他结果我说我做球给你，你居然这么软趴趴的回答，说我们还在准备，我们有万全的准备。啊，你娘，不管都要讲说，我们绝对不可能让他来斩首我们嘛。第二个，我问的是，我当然去讲他一句了。我说啊，这个乌克兰不是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的时候，很远呐，跟我们有什么利益关系？几乎没有嘛，很少了。我们有表态啊，有啊。我们表态啊，谴责啊，俄罗斯侵略国啊，侵略啊，你可以讲很多理由，他为什么这样子？因为这个是 NATO 是东扩，所以我要打。我们马上谴责不是谴责一次哦，谴责 N 次。说这个国家俄罗斯不行啊，什么之类的，拼命谴责俄罗斯，搞到俄罗斯都很生气。其实俄罗斯原来跟我们关系很好的，就这样子哇，俄罗斯非常生气。那我说啊，这个事情不就是俄罗斯打乌克兰翻版？你要不要表个态？虽然你国防部，但是你以前是外交，他当过外交次长2任，然后当过国安会的秘书长好几年，当了现在是国安会，原来是国安会的秘书长，副秘书长。有机会要调驻美大使，原来他是热门人选之一，对，原来是热门人选，他是外交的人选，所以请他表态非常适合啊。他不敢讲，他说啊，这个不符合跟国家利益没有关系。那我说啊，你俄罗斯打乌克兰，跟国家利益什么关系？也没有啊，你就谴责了，因为你跟着美国跑，这时候美国老大哥你就不敢碰。另外，我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现在讲门罗主义，就是
美洲的事情美洲人管，欧洲的事情欧洲人管，亚洲的事情是不是亚洲人管？川普他的新威权时代，接近川普的殖民时代已经开启了。从这一枪，就是美洲虽然它是后花园，是这个什么这个中非不拉丁美洲，中美、南美洲跟南美中美洲这一块，他认为是他的后花园，他直接进军去抓人家的总统，不管马杜罗，他其实不堪了，他跟赖清德太像了，得票不高了，立法院通过的法案不接受了，用大法官把你全部否决掉，几乎跟赖清德一模一样。但是即便这样子，他还是控制这个释宪的大法官。所以什么事情呢？立法院案子他不要，他就给大法官。大法官说不行不行 ，no no 不行，跟赖清德最少90%以上非常像。那即便这样子，他还是主权独立国家，他是一个国家，你怎么可以说他是怎么样，然后就去抓人？这个行头东，各位，川普已经讲得很清楚，再过来是格陵兰、加拿大51州、墨西哥，大家都抓雷弹了，什么意思？他要变成美洲的最老大，他就什么？就新的我要讲的新的类殖民主义或者类殖民时代可能已经开启的。那亚洲这一部分，那就你们自己去弄。但是他管美洲这一块，我觉得最可怕在地方，那就是川普现在一步一步的走向，在这个过去19世纪的时候，强权时代，谁国力强，就到处去并吞人家，吃人家的领土，然后把人家视为殖民地，太可怕了。他干脆把什么拉丁美洲啦、中美洲、南美洲拿下来以后，整个都叫做美国就好了，那个叫美国。说不定他们喜欢哦。名字都龙介兄，让他讲。这个当然，你刚刚讲这个就是川普内心要的嘛，因为只要有并入一个新的领土，变成新的美国，他就可以再选了。他可以再选哦，还没想到这点啊！你要了解这个选区改变了啊，选区改变，它就是一个新的任期哦。因为他要修宪哦，很困难，要让他再搞一任呢，非常困难。然后你再看他这8年来从拜登4年到他前面的4年到这1年来，他不断的在欣赏然后不断的羡慕金正恩，不断的羡慕普丁，不断的羡慕习近平，你们都可以搞10几年，我这么有才华，我4年8年到了就不能再选，这对美国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啊！所以你不要看这虽然他为什么不动委内瑞拉的政治，他没有推翻呢，然后他宪法法庭他也一样啊，继任人上来啊。副总统可以继任呢，那他不搞你不把这个政权搞掉，但他现在讲说，这个反毒也不讲了，我现在就要控制石油，石油是影响到美国经济命脉，然后影响到美国跟中国，坦白讲，最大的就是中国大陆嘛，中国大陆在这边投资了几百亿美金当然钱没有全部到位，他是用协议的，然后换取石油。就你刚讲那个重油里面它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是优质的石油原油，然后中国大陆进去做基建，现在老美也不让你来做基建了，你安面了，我就可以弄了，我来得喝，我也当处理啊。所以当今天这个问题出来的时候，你们一直在谈着我一点小红川普告，你有差这点吗？你有差这么一点点吗？他会扩大到整个。包括他后续，他现在才1年呢，各位别忘了，他现在还就职还没满1年呢，他还有3年的酝酿，所以他先面临期中选举。当期中选举有逆转的时候，你看他为什么要发钱？他现在慢慢开始在从选票的角度在看，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国防部你今天不讲话，未来没有人帮我们讲话，万一这种不幸的事情是发生在我们国家，所以当然我也不苛责赖总统，很难讲，因为他是大哥嘛。那你碰到我们这个安全上的大哥，今天搞了这一出，
你要他去批判大哥也不是。可是我认为可以弄一个从外交的角度啊，弄一个关怀国际上的人权，包括国际问题这种比较四平八稳的说话。你不一定要支持美国了，可是你也不会，我也不希望你去反对他，没有道理嘛。但是你不能不讲话。如果你今天都不讲话，我跟你讲，台湾面临的问题那么严峻，到时候谁帮你讲话？台湾至少可以学欧盟啊，就讲说大家遵守国际法嘛。来，这个利用替川普的连任找到借口了哈。领土改变了，他就会修宪啊。是啊，修宪完以后，他就不要修宪了，领土改变就可以。领土改变，他就马上就连着新的选区了嘛，对不对？所以最危险真的是加拿大跟墨西哥。对，所以现在加拿大在旁边的加拿大、墨西哥这个要非常的这个危险。像现在危险的人自危太多了啦。刚讲的包括墨西哥跟这个古巴之外，哥伦比亚之外，连那个很遥远的伊朗现在都很紧张。所以老实讲，我刚才为什么要提醒说有3个相同？台湾要非常非常注意这个事情，特别是拜托一下，不能够赖斯宝戴文问说你的态度上绝对不能支持，因为现在川普已经讲这个不是入侵，那哪一天这个中国大陆那边不要说斩首行动，他如果对我们真的动手的话，你不是自打嘴巴吗？你不是说不是入侵，那我们被打被斩首，我们自己讲过的啊，这是多危险的事情。事实上，这次美国为什么急着去打这个委内瑞拉这个事情？他讲的借口是说反毒嘛，毒品嘛，对不对？上有2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一个就是因为他们这个总统是左派的嘛，他一开始是工人起家的，然后他是左派结合在一起，那他的主要盟友是谁？就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古巴啊，他们串在一起，当然对美国来讲是有些危险，更重要是什么？就是资源。所以他讲的是什么？我要管你的这个石油。他现在是川普要带美国的石油公司进去，他们进去赚钱，这个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最后做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结论哦，我们刚才讲，我们不希望两岸发生冲突，战争也不要，更不希望有发生什么斩首这个行动。可是我刚才讲，现在的处境真的是艰困的。你看这个事情从一开始是什么时候？普丁他们是先动手去入侵了这个乌克兰，可是后来川普做的是什么事情？他是直接骂这个乌克兰，是不是你就没有牌了，对不对？他骂小泽说，泽连斯基说你就没牌了，还说你如果再这样搞下去，我们会弄成一个第3次世界大战。好，美国一直要投入，他就是跟强者在一起啊。然后他现在用跟普丁一样的这个方式去入侵的这个委内瑞拉，那一样再这样搞下去。是不是习近平也可以一样的？从普丁一直到这个川普，一直到习近平，用的都是这样一个弱强食的一个方式，就回到那个19世纪那个殖民时代啦。那台湾老实讲就是非常非常危险哦。所以我做一个郑重的这个呼吁。刚刚既然讲了，台湾的民众现在最需要安居乐业，然后我们不要有战争，对不对？不要什么任何那个斩首这个行动，你就赖清德总统，你不要每次都讲那个什么抗中保台，只有抹黑，而且越来越紧。台湾的民众很清楚，我们的方法是什么？维持现状嘛。那你就多一些交流，多一些和平。你的目标就是让人民免于这个战争的这个恐惧，而且就不会发生这个斩首行动。好，这叫擒贼先擒王了。他先把那个总统抓来了，因为美国有些记者问一些笨问题啊，说为什么不连那个部长通通一起抓？他怎么抓那么多人干什么？那么飞机运怎么运啊？放哪里啊？抓一个主要的就好了嘛，你抓那么一大堆干嘛？永平要补充。对，我刚才说有一题在说到底。美国去把马杜罗委内瑞拉总统抓起来这件事情，会不会加速中国大陆的这个对台湾动手的进程啊？很多人分析说不会，我认为单纯这个事件不会啊。中国大陆有中国大陆自己的思考跟盘算，但是受不了民进党赖清德的一直激化嘛，一直去刺激他嘛。现在刺激不只是赖清德嘴巴打嘴炮而已。现在刺激的还包含在立法院民进党的立委林怡景，他要提案他要提案正式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改成正规的2国论。这个我们等等会讨论，对不对？那像这种问题，就是台湾现在的危机。等等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休息一下再回来。